局長，咱今天給誰加油？先加6點，再加小6。我要講的重點是不是殲36單兵多強？中國大陸現在體系化作戰，以空軍來說，我看到在智勝裡頭提到，他什麼？他們現在思考空軍是幹嘛？我不是說我的飛機跟你在幾架纏鬥，所以這個體系化作戰來講，以殲36在這個大體系裡頭，因為它很強嘛，大家都知道，現在它可能陸基當中，它也可以從軍事中心起飛。現在預計第一島鏈台灣，甚至逼近第二島鏈，它不一定要艦載。而現在殲36當然也有發展艦載，如果跟航空母艦一起走，那基本上可以打到美國西岸都沒有什麼問題。好，趕快來看到的是軍事消息，殲36正式的官宣了，是空中加油機这一次實錘劍指的就是第二島鏈哦。另外，等一下會來看到這個小檔案的部分，也就是殲36它的一些戰力哦，3發的無尾翼獵殺美軍。那美軍的部分現在有 F-47還在造。已經甩開了美國空優一個世代，這個是中國大陸的一個的部分。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深度的剖析。先來看到大陸的6代機從不能說的秘密，現在呢是不是走到台前了，來到了官方的鏡頭？因為呢，我們今天最新要來關注到的是中國的軍方，也就是它的官方賬號中國軍號，它最新發布了一段影片，首次捕捉到了殲36的一個最新清晰的影像。那畫面中呢，可以看到，包括了可以看到的是3具的發動機、無垂直的尾翼，還有大型融合翼身的設計，神秘戰機直接從運20旁邊給掠過去了。那在這一段影片當中，軍方呢把給小6加油寫進台詞當中，代表什麼意思呢？代表說這個加油機當中已經可以協助殲36做這種長程而且高續航力空中加油的能力了嗎？這會不會是殲36最重要的一個任務之一呢？我們先來看一段最新影片。局長，咱今天給誰加油？先加6點，再加小6。好，剛剛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官方公布的最新殲36的影像哦。那麼我們也看到專家針對了這些片段來做了一個分析。他說呢，殲36如果能夠在具有這種3具發動機跟有空中加油機一起支援之下的話，代表它接下來是可以長時間滯空做飛行的，也就代表它的作戰半徑會不斷的延伸，從原本是比較近海的部分，現在到了第二島鏈，甚至未來深入到西太平洋地區去了。好，我們也來看到殲36它的3大特性，等一下將軍會有比較深入的一個戰力分析。我們先來看到它的幾個小檔案。第一個，它的3具發動機可以支撐大型的雷達電子戰系統。第二個就是它無垂直的尾翼了。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哦。殲36它有取消了它的垂直尾翼，減少雷達反射，也就代表它的匿蹤能力可以大幅的提升了。最後呢，它有的是大型融合式的雙三角翼，可以提供更大的一個內部空間，裡面呢就可以裝更多的一些不管是燃料啊、大型武器、雷達感測器、電子設備等等，有利於它未來提高航程哦。所以呢，換句話說，殲36的設計哲學不是傳統的我們知道的這種極限戰機的狗鬥了，而是追求它未來可以看得更遠，並且飛得更遠、飛得更久，然後指揮更多無人機，也就是在敵人都還沒有看見他們之前，他們就已經可以鎖定敵人，然後做遠程的打擊。代表它未來的攻擊範圍已經可以延伸到西太平洋地區了嗎？3大設計有沒有什麼戰力特別值得拿出來看解析的？張將軍怎麼看？要發展一個新的這個飛機戰機，你要想的是它的任務定位是什麼？你要從事什麼樣的任務，然後再設計這個飛機。那這個殲36，我認為它有幾個特性。第一個，它飛機大，3個發動機，你3個發動機，你能不能打推力幹嘛？我就是大啦，我就是大，我要載彈量大，我的載油要大，我的2個發動機是不夠的，我要3個發動機。那我3個發動機，飛機又更大。好，那飛機更大的話，你這個又要強調匿蹤，又要飛機更大，那要從事什麼？我就要跨第一島鏈，可能在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因為我夠大，我油載的夠多，我飛得夠遠。那你要從事的什麼任務？我認為它定位匿蹤輕型轟炸機。你看它的3角翼那麼大，它3角翼是從哪裡開始？是從你座艙的飛行員坐到座艙，從後面開始延伸，一直到整個機尾，全部是3角翼。3角翼一般來講是1/3。你注意看那個幻象戰機或者是其他的飛機，都是大概1/3，然後再拉3角翼出去。機頭在前面，没有，它從一移到座艙罩就開始變成大3角翼。增加升力，載彈量、載油量才會大。
所以它任務特性我認為是定型這個輕型的。再來第二個，它3個發動機幹嘛？那我發電量就夠，我發動機3個，那我發電機就有6個發電機在發電，1個發動機帶2個發電機，你3個發動機就有6個發電機。那你在那麼多的發電機要做什麼？電的話，就第一個我給雷達，所以雷達一定看相位之內已經看得非常遠，我電力夠啊，我電磁波可以打得遠啊。第二個，我電站系統特別要強化，因為打仗將來一定是電站，沒有電站，那電站你要靠什麼？靠我知道我的功率，我的電夠啊，我6個發電機耶，在發電呢，夠絕對用。那我的電廠這個絕對可以出去來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空中自衛的功能出來。所以電站跟雷達是它的特色。我发3個發動機，另外一個就我們來看，它這個每一型呢，因為它這個出來是第5架原型機，每一個構型都不一樣。剛開始的時候，它的你注意看，起落架是前後串列，現在变成左右並列。它為什麼這樣收？它這樣收起來的時候，才裡面的話，它才可以減少它的這個面積，它就變成小，因為它就变成我們講到的变成並列型了。一收起來的話，整個輪子就在裡面，不用搞得那麼大那麼長。你注意看，它都在調整它的氣動力跟它的飛機空氣動力中心跟飛機的重心不一樣，這2個跟飛機的俯仰操作跟它的這種空戰動作是有相關的。那個這個歼36要不做這個狗咬狗的這個近戰格鬥沒有，因為它太大不適合。那上面掛的絕對都是超世紀的遠程空對空的飛彈，或遠程空對地或空對艦的飛彈，是要這樣來打的，都不是我們所講的想到傳統的戰爭。那現在它既然是不要去空中格鬥，那你這個逆中戰機是做什麼呢？所以我把它定為輕型逆中轟炸機，是這個樣。那將來的話，我認為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它的這個生產的速度快，我認為它這個5架原型出來啊，就準備要定型了，就要開始做量產了，那量產的話，批次量產跟全量產，我認為第5架完畢之後，可能第6架我們所看到的，可能就是批次量產的飛機可能就要出來了，不會說我原型機做那麼多，那你還沒完成整個作戰的部署啊，那你這樣的話，你所謂為何？我認為第6架開始，我再判斷大膽的判斷，第6架就是批次量產的第1架。好，所以我們除了看到這個歼36它的技術上面的升級，剛剛張將軍幫我們講得非常清楚，還有可能未來第6架即將要量產。那其實呢，我們看到目前為止是5架嘛，其實這些原型機曝光之後，我們看到它迭代的速度其實是非常快的，僅用了19個月的時間。那麼從第1架的2024年12月底到現在，已經是有5架了，而且它不斷的升級做測試不同的版本。那改進的方向包括了有它的进气道啊、起落架、尾噴口、機鼻控制面等等。快速修正的包括了它的逆中設計的能力就變得更好，而且氣動性能跟飞控系統跟發動機的整合能力也都有提升。尚志哥怎麼看？代表說距離成軍已經越來越近了嗎？好，這次大家看到的時候是在大陸被昵稱它叫做南6，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成都這邊的話是南方，另外的話在瀋陽部分是北方，都是第6在這樣研發。那南6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所謂殲36的這個部分呢，已經具體看到，在2年之內，我們已經看到五架原型機。那這次其實引起國外媒體討論最多的，其實就還是它的，特別是因為它是3發動機，如果剛剛前面將軍所講的，但是在這一次具體看到了這個新一代的這個原型機當中，首先看到的是它的有軍用塗裝。通常來講，你有軍用塗裝的部分，表示已經在測試你這個隱身逆中功能這個蒙皮，就已經在這個塗裝都已經在測試這個逆中的實際狀況了。除此之外，這一次最大的改變就是它的矢量噴口，因為過去來講，它早前幾代出來的時候，這個原型機的時候，因為它是無尾翼哈，所以這次它的氣动布局，在國外評論就是說，哎呀，通常這種無尾翼的部分呢，它的這個垂直啊，或它的這個怎麼推進功能、轉彎功能啊，各方面啊都會比較差的。結果這次出來之後，大家都是大傻眼，尤其是國外方面。而且在這次看到的，包括中國大陸評論裡頭，有強調它現在包括有垂直轉彎，包括高速當中360度回轉都能夠輕易做到哦。而且要知道，我們在對比現在說，就是現在以美國當中的 F-22來對比 ，F-22大概能夠飛的高度大概是19800。這個800米，
但現在在推估現在這個殲36能夠飛高達25000米以上哈，所以當然這些都是數字推估啦，就表示說現在這個戰鬥能力真的很強。那大家特別注意的，我要講說，不是我們現在只看殲36，我認為大家如果要觀察中國大陸，包括殲36的發展，應該要看最近8·1，因為8·1是中共解放軍的建軍節，所以在此前後呢，在官媒裡頭出現了有6集的中國大陸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智勝系列，他把火箭軍、海軍、空軍，第4集就是空軍，這裡有非常非常完整哦，而且這裡頭有包括從不同的空軍單位，他的雷達軍，然後包括他的空軍，包括他的維修，從他們包括士官長，包括一些老軍官的部分的角度去看在每一個軍種當中最新的狀況。我要講的重點是不是殲36單兵多強弱？剛剛其實將軍所提到的，中國大陸現在體系化作戰，以空軍來說，我看到在智勝裡頭提到，他什麼？他們現在思考空軍是幹嘛？我不是說我的飛機跟你在幾架纏鬥，現在最重要的就最短時間之內把你擊落擊沉。所以這個體系化作戰來講，以殲36在這個大體系裡頭，因為它很強嘛，大家都知道，現在它可能陸基當中，它也可以從天起飛。現在預計第1島鏈台灣甚至逼近第2島鏈，它不一定要艦載。而現在殲36當然也有發展艦載，如果跟航空母艦一起走，那基本上可以打到美國西岸都沒有什麼問題的。而且它等於遠遠的逆中的情形之下，在最快鎖定，然後包括跟偵察機、空中偵察機一起整合的時候，最短時間看到你，就可以把你打下來，他不一定要飛過去跟你纏鬥嘛。而且他現在如果還飛到高空中，已經飛到快要接近太空了，在這個地方發射，你根本他們很多雷達是掃不到的。所以我覺得現在殲36不只是它現在功能多麼強，然後一代一代原型機推出，而且即將要服役了，因為已經在測試塗裝了哈。然後最重要的是，它在這個中國大陸的空軍體系化作戰裡頭，無論對台兩岸，或者是中美最後中美日最後的對決的時候，它會在這個空中體系化裡頭擔任什麼樣的角色？我認為這才是值得好好研究的。好，所以我們看到不只是殲36，中國大陸整體的體系化作戰，這個威脅性已經從近海一直延伸到第1島鏈、第2島鏈，甚至到美國的西岸去了。面對於這樣的威脅，現在美國怎麼做呢？我們也來觀察一下目前美國 F47，也就是它的6代機的發展到底進度如何。其實呢，目前波音還在打造它的第1架原型機，那它的說法是最快2028年首飛，但是美國國會議員說，沒有辦法那麼快啦，應該是要等到2030年的中期才有可能來首飛。那也代表說，美國如果真的是2030年的話，代表美國近10年是沒有6代機，那它接下來怎麼辦？它就是要來繼續依靠它的 F-22、F-35，跟它的老化的 F-15跟 F-16。那除了這個之外呢，它現在最大的問題還要面對的就是它一直在挑戰它的下一代發動機，也就是 F-47的核心技術，他們要趕快把它研發出來，因為到現在還不夠成熟。如果要換它現在只能先用舊的發動機，但是如果未來要換新的發動機，其實這當中又涉及到許多的重新驗證的一些技術，又是另外一個麻煩。所以我們先請教介大使怎麼看，如果 F-47要到國會議員所說的2030年中期才能完成，那這空窗期，中國大陸的威脅會一直擴散到甚至第1、第2島鏈，在空中力量會完全的改變整個空中戰場嗎？甚至挑戰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制空霸權嗎？介大使怎麼看？對，這兩個都是假設，都是肯定的。第一個，因為中國大陸必然會取得優勢。那麼第二個就是說，挑戰美國在這個動搖美國過去傳統在印太這個地區的空中的優勢。因為任何戰爭最好的防守就是攻擊。你有強大的攻擊力，你可以牽制這個敵軍強大的敌軍非常多的戰力，而且他會要反攻為守，他要花到更多的這些資源跟布局所以這一款這個殲36事實上的話，它照目前的預計，它會比美國的這個第6代戰機起碼超前5年服役，這個5年就會造成美國很大的空窗期。那這個領先5年會造成整個這個印太區域的這個空中中美兩軍空軍的這個優劣這個態勢。那因為這個殲36事實上它的這個作戰能力跟它的特性那麼現在很清楚的，一定會重塑未來的空戰的一個規模這個規則，而且會改變
這個中國空軍跟這個敵對空軍的一個力量的對比。為什麼呢？因為這一款歼36，它的作戰半徑是3000到4000公里，它直逼第二島鏈。那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改變。第二個，它的這個整個的這個特色它是一個怎麼樣？全面隱身，而且有一個超大彈艙的一個飛機。那因為它沒有這個尾舵尾翼事實上它的那個折射面積就變小了，所以它的隱身效果会更強。然後它是这個機身三發的一個這個飛機所以它的機身也比這個傳統的戰鬥機大非常的多，所以它的載彈量也會增加很多。所以全面隱身再加上超大這個彈艙，這是它的很大的一個戰力資源。第三個呢，就是因為它的電力非常非常的強大。那它可以作為一個空中戰力的空戰的一個指揮中心，是除了它本身的有先進的傳導以及 AI 設施以外，它還可以指揮所謂的中程僚機跟它一起作戰。所以這一款飛機出來是絕對會改變這個整個印太區域中美兩軍在空中的戰力的優勢。好，來看到中美之間的軍事博弈，中國大陸的6代機殺入了天空。今天會來特別看到第5架的原型機殲36曝光了。狂飆做測試之外，還包括了5代機，今天也會來看到，包括了它的殲20擴軍千架，殲35也要來全面量產。美國的空優霸權面臨最大挑戰嗎？如果觀眾朋友來跟我們做互動留言，如果您認為美國的空中霸權面臨挑戰，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可以領先好一陣子，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來做互動。中美的新一代的空戰力量來做一個最新的比拼。最新消息是中國傳說中的第6代戰機，也就是它的殲36了。畫面上我們看到第5架的原型機，現在疑似已經投入在做測試了。也代表說，大陸的6代機的發展可能從本來只是概念這種驗證型的，結果呢，是不是真的已經開始做測試了？包括了多架的原型機跟它的新構型，都已經到了驗證的階段了嗎？好，今天趕快來看到殲36有哪些細節，等一下也就這些細節跟戰力的部分，請艦長來帶觀眾朋友稍微做一個深入的解析。首先是它有這個無尾翼的一個逆蹤設計。它取消的是傳統，它是這種垂直的尾翼，它現在沒有了嘛，也代表它的這個雷達的反射面積變小了，那麼可以降低飛行的阻力，也提升它的逆蹤的能力。這個是第一個，在它的尾翼部分做的改變。第二個是它現在用到了3發動機的一個配置顯示呢，它現在可以追求更大的航程，以及搭載更強的雷達電子戰系統。而作戰半徑的部分現在是來到了4000公里。我們看跟殲20來做比較，殲20只有2000公里，而美國的 F-35AC 的作戰半徑更只有1000公里，所以它的作戰半徑可以說是已經大幅的提升了。最後我們來看到它的超大型機身也可以容納更多的它的內置彈艙，以及更高功率的雷達跟電子戰的設備等等。如果相關技術成熟，現在也代表說中國大陸空軍的目標已經不是追趕 F-22、F-35了，而是在提前卡位下一代的空戰規格嗎？好，有關於殲36的部分，艦長如何看它的戰力，還有它已經在做實戰化測試了嗎？會改變未來的空戰實力美中之間嗎？您如何看？剛剛主持人告訴我們也就是這已經是第五款的一個測試機了，也就是它做了非常多的不同型的一個部位的改動。那這個也是透過每一次的試飛做不同的一個修正那其實我們看到這一架飛機，也就是我們看到的成飛6代機。那可是每一次呢，它所展現出來的都不太一樣，所以非常多的照片那但是呢，其實這就是一種飛翼設計，也就是我們講到的爛打的這種飛翼設計。這種飛翼設計，也就是如果它遇到這一個雷達波從正面而來的話，那其實它不會像以前無論是三角翼或者是這種
細型的機翼的話，它都會進行反射，它都直接的向後折射。這是為什麼使用飛翼造型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另外，沒有垂直尾翼的話，那個垂直尾翼原來也會造成非常大的一個雷達截面積，現在也可以進行收斂。那這個第五架原型機，它反而改得更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一架，第一架的原型機。為什麼？因為它其實把原來那個它的一個排氣口做了更多的收斂。那這個收斂的原因在於說，它想要減少這一個紅外線的一個反應的那個溢出，也就是當那個現在我們看到它其實大家一直講匿蹤戰機，那它其實不隱形啊，那它是匿蹤。那匿蹤它除了我們講到的這一個雷達的一個截面積要小的話，那另外一個特點，也就是我們講到說它的紅外線的反應也要小，也就是它慢慢的改回它原來最原始的設計了。那其他有關於這個3個發動機啊，這個彈艙的部分啊，其實我們都只是揣測而已。但是我們實際上可以看到的是什麼？我們其實可以看到的，也就是前一段時間這個中國大陸它的一個影片，在這一個慶祝這個運20服役10週年的時候，我們看到什麼？他說我們先加6爺，六爺其實他指着也就是轟6的一個轟炸機，他說再加小6，小6是什麼？小6其實也就是殲36。大家覺得中國大陸它的一個設計還停留在只是做這一種戰機的設計嗎？其實不是啊。如果我們透過看這一個南華早報的話，南華早報其實它有關於這第6代戰機的部分呢，他說其實他們都已經在準備6代這一個匿蹤戰機如何落艦，他連落艦系統都已經設計好了。為什麼我們這麼說？因為其實當這個論文出來的時候，它都已經 delay 大概3年了。那我們剛剛看的是南華早報的報道，那當然，小艦長有必要要把這個原來的論文挖出來。他說基於直接力的飛翼布局，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6代機啊。那艦載機精確着艦控制，那這個是在航空學報上面。而且呢，我們看到這一個部分，那如果說我們來看實際的畫面，我們來看到他的畫的這張圖，你覺得他在隱喻哪一架飛機？當然就是殲36，而不是殲50。那他這樣的一個設計着艦呢，所以它是不是來搭配004的一個航空母艦的部分？而且這個是我們可以繼續觀察的。而且我們繼續看的話，它模擬到了6級海象，而且它這一個整個着艦的位置在第3號阻攔索的部分，它是以公分作為誤差計算的。這個也就是我們常常在講啊，大家有人說，都是美國做 PPT， 然後中國大陸來實現，但是6代機美國沒有 PPT 啊，美國的 PPT 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了，它的 PPT 是這一架聖誕樹，也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之前在51區看到的 F-47，但是這是波音1990年代的設計。好，剛剛看到的是殲36它的一些細節哦，但是現在還沒有正式的服役前，我們也要來看到說，未來中國大陸的空戰，如果說就是它的6代機搭配五代機的話，又會如何来同步推進它的空優的實力？好，所以現在來看到有關於5代機，我們看到2款，第一架是殲20，他說它的數量已經突破了500架的規模，甚至朝2030年1000架目標邁進，所以量產的部分現在看起來是可行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殲20它的升級的部分，包括了它的機背結構、氣動還有電子系統進一步升級。最重要的是，它現在搭配的是涡扇15發動機，可以提升它的推力跟超音速的巡航能力。第二架飛機，带光朋友來看到的是殲35了，現在說被拍到大量的綠皮機做測試，是不是也進入了量產階段？那如果我們做一個統整，5代機加6代機，也就是殲20開始，它主要負責高端制空、遠程突襲；殲35中程的多用途作戰。最後是 CG 下面這一架這個是殲36，會成為下一代的空戰平台。5+6
會如何縮小跟美軍在空優實力上面的差距？那委員怎麼看？對，我想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哦，中國大陸在這個戰機發展的這個路徑跟步驟哦，就是第5代在服役，第6代已經在試飛，那麼第7代可能就在做研究了哦，所以它是有節奏的，不斷的在推進它的這個空優的這樣的一個這個戰力哦。那麼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我們先不要講第6代，就先講第5代好了。就我給大家一個數字哦，美國在全球的第5代戰機大概就是2款嘛，一款就是 F-22，一款就是 F-35。F-22目前為止它在全球大概有180架哦，那麼 F-35它在全球有800架，那麼這是它全球的部署哦。我說過，因為美國大家看起來這數量很多，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因為美國管得又寬又廣，就差沒有管到宇宙去了，所以全世界各地都有美軍各式各樣的基地哦。那我們就不要看別的地方，就看亞洲就好了。美國的第5代戰機在亞洲部署了多少？美軍自己可控的FS-22加 F-35，在它亞洲各地的基地，包含日本好幾個空軍基地，大概加起來整個亞洲地區，它大概有100到130架是美軍自己可控的。如果你把這個亞太盟國美國的盟國什麼南韓啊，這個各地的這個盟國的 F-35這個或 F-22都加起來，大概有130到150架，所以。現在美軍的第5代戰機在亞洲地區大概是250架，這是美軍在亞洲的部署。那你回過頭來看中國大陸的第5代戰機，這個剛才小艦長幫大家介紹過了嘛，殲20、殲35，中國大陸大概現在有500甚至美國有一些智庫說預估到600架了，它已經有500到600架的殲20了，然後呢再包含。這個殲35現在大概是30到50架，而且如果開始進行全面量產就造軍艦都可以像下餃子了，造飛機大概也沒有太難那麼這個數量會大幅的提升。那現在你看到的6代機的這個研究，我們剛才在討論的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殲36的原型機開始在試飛了，而且試飛了好幾款了。可是美國自己的6代機，剛才小艦長提到的這個 F-47，它要取代 F-22。然後這個 FAXX 它要取代這個F-18的大黃蜂，這2款到目前為止它都是預計在2028年才要首飛的，所以你看我們現在2026年。中國大陸的第6代戰機就已經在原型機試飛了，可是到目前為止，美國的這2款要到2028年可能才可以進行穩定的首飛。那回過頭來講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不是數量問題，還是我回到上一題跟大家講的，這是主客場的問題。就中國大陸沒有打算去侵略美國。現在如果這個中美會發生衝突，那一定是在西太平洋，那一定是在中國大陸自己的門口，所以主場是中國大陸，客場是美國，所以美伊戰爭就是一個最好的案例啊。現在不是說你全球有多少戰鬥機，你就有壓倒性的空軍優勢，沒有的。當你是客場的時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更不要講說美軍在亞洲只部署了最多就250架了。就如果一旦發生衝突，伊朗怎麼對美軍在中東的這個軍事基地？中國大陸就可以同樣的用同樣的方法對付美國在這個印太地區的軍事基地所以美軍的空中優勢在面對主客場差異的時候，幾乎發揮不了太多壓倒性的功能了。好，這是美軍，特別是在亞洲地區在空戰方面，它處於劣勢的部分。那我們也來看看，那 F-22跟 F-35是美軍的5代機嘛？剛剛我們也提到了這2款戰機，那他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 F-22。它主要是面對它的數量有限，而且生產線已經完全關閉了，這個是 F-22。再來 F-35呢，它的問題則是它的成本太高了。現在呢，洛克希德馬丁也做了一個統計，生命週期成本 F-35來說大概是2兆美元，主要集中在這個後勤的維修跟升級等等。所以面對殲35來勢洶洶，接下來美軍它的空中的優勢還有嗎？那楊老師又怎麼看？其實剛才前面2位都講得很清楚尤其針對美國這2款跟中國的2款第5代機F-22、F-35以及殲20和殲35。我覺得在4個層面如果雙方真的要只是來做這個對比的話那4個層面其實我覺得美國現在遇到很大的這個狀況。第一個層面就講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說在它的性能表現以及數量。以及整個全球的布局而言，其實美國現在碰到了撞牆期。也就是說，雖然 F-22這個180架，可是它已經停止生產。但是呢，殲20呢500架還是在持續。那你當然這是一個2種不同的高低搭配在
就是 F-22跟 F-35以及歼20跟歼35之間，可是基本上其實是各自有各自的這個功用。雖然 F-35跟殲35各自它在陸空甚至海的運用層面都較為廣泛、較為靈活，但是呢，比較大型重型的 F-22跟殲20仍然有它長程攔截以及就是相關的這種就是功用。所以以這個比較而言的話，以美國的這個 F-35的全球部署，雖然它多達到800架，可是呢，它並沒有優勢。第二個是美國是全球部署，大陸只是在西太平洋，就區域而言，你馬上就高下立見。對。那第三個呢？現在美國的洛克希德馬丁，它的那個 Block 4的升級也是碰到撞壁，就它基本上 F-35的生產現在只是量，但是無法提升值，那也碰到一個最大的這個困境。同時不要忘記，中國大陸的稀土的管制也對 F-35的製造產生的影響。那最後一點是什麼呢？那講到兩個概念，一個是中程僚機，還有呢，也就是所謂的這種相關的，像是霹靂15、霹靂17的這些這種所謂的這個就是空對空的這些飛彈，那其實這個比較也是高下立見。那當然，你中程僚機你更進一步到第6代的相關的這個就是戰鬥機的時候呢，它的差距就說不定更明顯了。好，纯軍事消息，今天帶觀眾朋友來關心到是大陸的004航母，現在傳出最快時間呢，就是在明年就會正式的下水了。今天呢，我們會來就細節來看看它的戰力曝光，據傳超過美軍的福特艦。觀眾朋友可以聽一聽我們的評論，並且呢，如果您認為真的有機會超越美軍的福特艦的話，可以在留言幫我們寫下1；如果您覺得說不太可能，可以在留言寫2，來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另外一方面，今天還會關心到是日本的鹿兒島這邊現在開始部署了提豐跟海馬式系統哦，難道日本正式成為抗中對於美國來說抗中的第一線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大陸的海軍戰力現在說更上一層樓的原因，就是因為004航母的建造現在說已經完成了70%了，預估年底上基本就可以完工，而最快2027年就會正式的來下水服役了。如果真的開始服役的話，將会成為人類史上最大的一艘航母，戰力現在說更可能超越美軍最先進的航母福特號了。我們趕快就他們的基本小檔案來做一個比較。這邊呢是大陸的004航母，那麼另外一頭是美國的福特號。現在光是看到這個排水量啊，不管是這個水線的寬度、甲板的寬度，或者是我們來看到的是最大馬力、電磁彈射系統、艦載機等等數量，都可以說是超過福特號一些的。那麼等一下就具體的戰力，等一下我們會請專家還有將軍老師們來特別帶我們稍微看一下。那麼我們也從大陸最新播放的2026解放軍海軍的年度宣傳片，這一支是向大洋當中呢4位核心人物現在在影片當中出現，來對應說接下來是不是這個航母就要服役了呢？因為當時呢出現了這個遼寧的時候，應對的就是確實看到了遼寧號出現。那麼現在接下來最後一位新兵就是第4位，他叫做何健。難道大家就在暗示說，是不是這影片暗示下一艘航母就是何健呢？好，等一下我們都會一起來做一個比較詳盡的分析。以目前曝光的004航母來看，它的規格戰力到哪一種程度，真的可以跟美國的福特號來抗衡嗎？那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有後來居上的可能性比較高。我們可以從幾個地方來看，現在做這些大型的航空母艦呢，中國大陸已經走向模組化了，不是像以前這樣焊接連接起來然後成型，它沒有，它這一段把它出來，這一段就是它模組，那不是像以前的零件化，都零件化，現在是模組化，系統艦、組合艦，通通一起來就速度就快了，不是它以前是有分解動作，現在是組合動作，所以就快。然後第二個呢，它現在是 AI 廣泛運用，那 AI 廣泛運用，現在人工智能下来，人工智能下來有很多事情不要人力，人力慢，人力只有8個小時，但是 AI 人工智能來處理24小時，它也不會罷工，快得很，就交給這個人工智能 AI 來做吧，其他才必要整個的人來做，所以它這樣子變成 AI 跟人力兩個搭配在一起，讓速度會變快。為什麼感覺到速度會快？美國那做航空母艦呢，那是一步一步來。
中國大陸另外一個就它的特色啊，它是跳躍式。你看，尤其在彈射系統，美國是用蒸汽彈射，然後才電磁彈射。中國大陸我不要從來沒有依照航空母舰是蒸汽彈射，直接電磁彈射了。而且美國是中压交流電，中國大陸有中压，因為交流會不穩定，会对系統的精準度是没有那麼精確。我直接中压直流，因為直流的它電力是供應速度是非常穩定的，對裝備是有幫助。然後可以調電流的強弱來做針對這個彈射系統的彈射飛機的重量所需的需求來做調配，又不一樣。它所以中國大陸不是按部就班，它是跳躍式。直接就彎道超車，直接就不要了，其他就不要，直接要用最好的。第三个，我認為它就是它有前面3艘的經驗，有遼寧號、有山東號、有福建號，各方的艦通通整合在一起，就知道我要做的是什麼樣的航空母艦。這是我第4艘，那絕對是核動力。為什麼？因為核動力它的 power 才夠，電力才夠。如果是一般的柴電的這種傳統動力的話，它的發電量不夠，因為電子彈射要瞬間要。那個我們知道電壓要匯聚到它所需要的這個電壓量，那你這個柴電就會有這方面的限制，但是核電沒問題，而且核動力航空母艦是沒有里程限制，1萬公里、2萬公里、3萬公里都可以，因為它核動力啊，不用他們帶那麼多的油出去，它就變成為什麼飛機說要100架了？因為它整個油庫都不用了，一個遼寧號的軍艦要出去的話，那個。油將近帶到，包括航空用油，還有航海油，帶了將近要1萬公噸。你整個都，因為整個出去這個都是燒油啊。那現在不用了，這些都省下來，只要帶航空用油給飛機加油就可以了。其他我是核子反應堆、核子反應爐，其他的空間通通省起來。那這樣我可以存放更多的飛機。那我這樣的話，是不是變成事半功倍？更一艘航空母艦可能就抵以前的1.5艘。是這個樣子，它戰力才增加了。是。那我知道中國大陸這種前瞻性，它有在這邊做思考，而且它又有經驗的匯聚，才會造成現在它這個造艦的速度，總感覺到一般人感覺到好像感覺到比較快，是這個原因在這個地方。好，我們現在看到這個004航母哦，相較於美國的福特號，非常有極大的可能可以後來居上。那另外一方面也有模組化的這種發展，讓它的造艦速度非常的快。當然，連美國軍方都自己承認說，已經對美國造成了嚴重的威脅。那川普另外一方面，他說他想要造這個川普艦嘛，他說呢，1年要造1艘。但是大家還記得嗎？他前陣子才撤換掉這一位是海軍的高層，因為他不滿說你這個造艦的速度太慢了。那這確實是美國現在內部很大的一個問題。那有沒有可能川普艦如川普所預期的每1年造1艘？那苑老師怎麼看？這個川普這個人呢，跟一般人想法不一樣。一般人的話呢是日新月異啊，力求進步。川普的話呢是力求退步啊，這個感覺不一樣啊。首先的話呢，我們這個軍人雖然我沒當軍人哈，但是我們男孩子都喜歡看戰爭的歷史。大家都知道大和號跟武藏號是怎麼成的嘛？那就是戰艦嘛。戰艦為什麼成的？這大和號一出來的時候，那個航空母艦在上的那個艦載機噼里啪啦攻擊，而且打沉了啊！這個就是這個故事嘛。我不太懂啊，但是我不曉得艦載艦在面對航空母艦還有什麼這樣的功能啊？這是第一個嘛。那另外的話呢，這個川普這個人呢，他是要錢財也要面子啊。那這個事情的話，什麼都要搞上什麼川普級啊。你說這個不是說這個船1艘而已啊，就整個這個級都叫川普。你說川普名字都在美國到處出現。現在你到紐約去看個藝術中心，原來是甘乃迪藝術中心，現在變成川普甘乃迪藝術中心。你現在的美國人拿到的護照，明年開始拿的護照，最後一頁，哇，川普好大個像，這感覺很不吉利，你知道嗎？啊，這很奇怪，就不喜歡這個人啊，你不能說他不認得總統啊，對不對？所以說，我覺得這是第二個問題。你這個船的話呢，通常你看大陸很好，取用地名來取嘛。對不對？就是什麼用省名，就是叫這個航母嘛，對不對？然後這個004要是哪個省，大家在爭取，那這個沒有牽涉到個人嘛。那現在川普級這個戰艦原來這個落後的概念。然後第三個的話呢，我是覺得說那個美國的航母當中，你剛剛做這個福特講的哈，那個電磁彈射啊的比較，這不是有沒有的問題，是管不管用的問題。那個川普本身的退步啊，就有一次發脾氣了，這個電磁彈射不行，要改為蒸汽彈射。但是他們覺得不敢講，為什麼？那蒸汽彈射老早就已經公司都倒閉了
要是美國沒有了，那你的艦載機不能彈射，那電池也不行啊，電池因為它的那個保障的那個牢靠率那個 reliability 不行嘛，就是不可靠。那另外的話呢，就是要靠什麼呢？就要靠回到蒸汽彈射，蒸汽彈射有設備又沒有裝，所以我覺得福特艦本身一出來還沒出來，福特號好像就問題一大堆，對不對？所以说呢，這個大陸這邊的話呢，就是說在這個幾個步驟，這個航空母艦啦，配合無人機啦，配合超音速導彈啦，這個整個海上的力量是有計劃的。而且呢，我覺得最重要的，相較於川普目前的發展來講，大陸是追求進步的，軍事上的科技進步，人員上的進步，另外的話呢，設計裝備啊各方面的進步，對不對？004完了，還有005啊。對不对？就是核能這個發展，從遼寧到這個004，就可以看得出來它進步的過程。好，剛剛我們比較的是這個中美之間在海上面的一個軍艦上面的競爭，那我們也同樣來看到的是，那有關於飛彈跟火箭系統哦，現在中美哦其實也在比拼當中，尤其是外傳呢，美國跟日本接下來會一起做更加大的合作，包括了6月份跟9月份會有不同場的大型聯合軍演，6月份這一場叫做勇敢之盾，那麼9月份這一場叫做東方之盾，美軍呢在另外一方面還計劃現在呢即將要在日本的鹿兒島這邊來部署提豐跟海馬式火箭系統，那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他們上面其實是可以裝，包括了提豐放的是戰斧巡弋飛彈，射程160公里，具備對海對地的多重能力打擊，海馬式射程約落在300公里，現在看起來都是對準中國大陸而來的。酈將軍怎麼看？我先介紹一下什麼是提豐系統哈，它是2種飛彈組合在一起，一個是戰斧型巡弋導彈哈，這個戰斧型巡弋導彈射程大概1600公里，那它速度是亞音速的，它主要是攻擊形式的一種武器哈。是。那另外還有一個叫做標準6型的，標準6型是防空飛彈，也就是說，如果說你要對這個系統攻擊的話，它也有自己保護自己的能力，所以這一套系統是有攻有守。那它強在什麼地方？它可以很快速的機動變換陣地，就是說我如果這邊發射完以後，我可以迅速變換陣地，讓你找不到我位置，沒辦法對我實施反擊，這是提豐系統。那第二個我們講海馬式系統，海馬式系統通常有2種的這種彈藥，第一種就是火箭彈，它如果說裝那種火箭啊，沒有導引的火箭，可以一次發射6枚，齊射可以6枚一起發射出去，但是它同時也可以發射美國的陸軍中程戰術導彈哦，它射程就到300公里。可以說這2種武器，不管是提豐或者是海馬式，都屬於攻勢武器，就是它是可以攻擊的。那美軍這次很明顯的哈，它這個其實不只是6月份的勇敢之盾，9月份的東方之盾，事實上我們這個月初，他在跟菲律賓也搞一個肩並肩的軍演。肩並肩軍演地點就是在呂宋島，就是巴士海峽的南端那個位置，所發射的武器也是海馬式，也在這個地方部署提豐系統。所以這一連串你看下來，很明顯的就是在借着第一島鏈想要封鎖住中國的海軍，讓他不要出第一島鏈。那這很明顯的美國這個舉動跟中國我們剛剛前一段哈，這個張將軍跟苑老師所講的這個。大陸它這個準備建造最大的航母啊，這個004航母來講的話，中國在發展海權，那美國急於將中國的海權堵在第一島鏈之內。那我們來看一下這2者有沒有可能如果說真的是一旦發生軍事上的衝突，到底誰有機會獲勝？這個美國可不可以如願將借着這幾次在日本跟在菲律賓部署這些飛彈系統，可不可以有效把中國的海軍封鎖在這個第一島鏈之內？我覺得是很難的了。我們現在看到，現在最新的一個訊息就是中國的遼寧艦已經西出太平洋在那邊演練了，而且這次西出太平洋遼寧艦，你知道它帶了什麼飛機嗎？極可能這個央視已經官宣了，它可能會放飛殲35，哇，那就是一件大事了。遼寧艦我們都原來以為它是殲15戰機的，結果這次出去它官宣，它用一個問號。但是我想說，既然是央視，就一定是板上釘釘的事情。那你想想看，遼寧艦都可以放飛殲35，那後續來講的話，004航母如果成軍哈，然後這個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覺得美國會在這邊跟日本搞這個演習，真的是急了哈。他急於將中國封鎖在第一島鏈，因為如果說中國以後我們不管是004航母，它是核動力的，西出太平洋、西出第一島鏈之後，就像是這個
融入大海一樣，你就根本就擋不住。你知道中国除了004航母之外，它還發展什么武器嗎？最新的一個訊息，大家都注意到航母，但是知不知道，它中國現在正在建造一艘更大、全世界最大的一艘的這個奶媽級的補給艦，有6萬噸級，等於跟航空母艦一樣大了。遼寧號也不過是6萬噸，它造的補給艦已經到6萬噸，有這個6萬噸的航空這個補給艦。那我想對整個，它就不是對004航母實施補給而已，它對整個艦隊都可以實施補給。那你想想看，如果說有004核子動力的航母，再加上有這種6萬噸級的補給艦哈，然後如果說到了出了太平洋，我覺得這個美國根本就擋不住。所以你想借着這個武器系統部署在從日本一直部署到這個菲律賓，想要堵在第一島鏈之內，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是依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了，因為中國也勢必要西出太平洋，因為一個國家它如果說要強大的話，它可能要確保它自己海運的安全嘛。我們看到不管是在第一島鏈或者南海，甚至於它未來如果說有核動力，有6萬噸級的核子這個補給艦，它可能甚至於到印度洋去的可能性都很大。所以美國想要在這邊部署這些這個武器系統，我覺得要擋住中國的發展，確實是不可能的事情。